你以为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，你以为只要遇见对的人，一切就会顺利自然的发生。你以为爱情靠的是缘分、相处、个性，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。但你从没想过，爱的深度来自你看待自己的方式。真正的爱，不是你从对方那里得到多少，而是你是否相信自己值得被深深的爱着。那个值得，不是语言，而是你面对爱时的状态。你怎么接受好意，怎么表达需要，怎么处理冲突，都藏着你对自己价值的认定。而这些决定了爱能走多深。我曾经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的人，即使对方说他爱我，我还是会想，他会不会哪天不爱了？即使关系很平稳，我还是会问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？我总是处于一种紧绷状态，好像必须表现得足够好，才能维持这份爱。直到有一天，那段关系在一次无声的争执中碎裂。我问自己，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？但其实问题不在我做得好不好，而是在我一直都觉得我还不够好。我不是在爱里被拒绝，而是在自己的信念里拒绝了自己。我开始回头检视我怎么看待自己。我发现我其实从没真的相信我值得一段深刻且安稳的爱。我以为爱是要靠表现，靠付出，靠让自己变得更好才会来。但那些努力的背后，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怀疑。自我价值感不是一种想法，是一种能量。当你相信自己值得，你的眼神、语气、选择都会不一样。你不会急着讨好，也不会为了不被离开而妥协。你会稳稳地站在爱里，不怕被看见，也不怕被拒绝。那种稳是从内在发出的，它让你在被忽略时，不是愤怒，而是温柔提醒。它让你在爱里不是依赖，而是相伴。它让你不是急着抓住谁，而是深深信任，如果爱真的在，谁也夺不走。我花了很多时间练习看见自己的好，练习在没有人肯定我的时候，也能对自己说，你很好。练习在被误解时，不把自己拉回否定的谷底。练习不因为一段感情的变动，就怀疑整个自己。当我越来越相信自己，我吸引来的爱也开始改变了。不是那种表面浓烈，实则不稳的关系，而是一种能安静陪伴、彼此尊重的流动。我们不再靠控制维持彼此的存在，而是用信任与边界，让彼此更靠近。那是一种更深的连结，而不是更紧的绑住。你怎么看自己，别人就怎么对待你。你能爱自己到什么程度，别人也只能跟到那个深度。如果你对自己是轻忽的，是勉强的，是怀疑的，爱也只能在表面打转。但如果你对自己是温柔的，是看见的，是笃定的，爱就会往内层扎根。愿你知道，一段能长久又深刻的关系，不是靠多喜欢，而是靠多自爱。愿你先把自己放进爱里，而不是把爱变成拯救自己的方式。愿你不再等待谁证明你值得，而是自己先点头说，我本来就值得。因为你的价值决定了你能接得住多少真正的爱。我曾经以为爱是一种交换，你对我好，我才愿意付出，你先靠近，我才敢靠近，你给我安全感，我才愿意打开心。我小心翼翼地衡量每一分给予，每一秒等待。我说那是界限，其实是防御。因为我曾经给过，却没有被好好接住。所以我告诉自己，以后要谨慎，要先确定对方是安全的，要先确认自己不会再受伤。我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，但我不知道，那样的我，其实也挡住了爱的进入。因为当你不让爱流动，它也无法进来。爱不是单向的，是一种能量的循环。
你愿意给多少，其实也决定了你能接收多少。你能自由地给予的当下，也是在向宇宙证明，我相信，我值得被这样对待。你愿意打开自己的同时，也是在开启一条让爱流回来的路。但我们太习惯在爱里防守了，怕自己太在意，怕自己太需要，怕自己太主动。我们用疏离伪装成熟，用冷静掩盖渴望，用计算代替信任。然后我们说，怎么都没有人真正懂我。那不是别人不懂，而是我们不敢让人懂。因为让人懂，就代表要承认，我其实很想被爱。但那句话太赤裸了，太容易让人觉得自己脆弱。我们宁可装作坚强，也不愿意说出，我很想被靠近。我慢慢明白，爱不是你多爱一个人，而是你愿意让爱从你身上流出去。不是用牺牲的方式，而是用一种自由与完整的状态。不是因为你需要对方才爱他，而是你内在有足够的能量，愿意让爱流出来。当你从完整出发，爱就不会变成消耗，而会变成扩张。同样的，被爱也需要你愿意打开接收的能量。你愿不愿意让人靠近？你愿不愿意相信自己配的？你愿不愿意在脆弱时不逃？这些决定了爱能不能真正进入你心里，而不是只停在表面的陪伴与安慰。爱不是一个人给你，而是你是否有一个让他进来的容器。有段时间，我刻意练习不用防备的爱。我不再只在安全的时候才说喜欢，也不再把自己的感受收起来。我学会坦诚表达，也学会接受对方不一定能立刻懂我。我学会在给予之后，不强求回应，而是相信能量会自然流转。很奇妙的是，当我这样做后，我的人际关系开始变得柔软，朋友更愿意靠近我，关系中的对话变得真诚，爱也不再是一种我必须努力争取的东西。我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流动感，像呼吸一样，一来一往，不再紧张。我不再把爱当成一场竞赛，而是一种我本来就能参与的流动。爱与被爱其实是一种能量循环，你怎么给，宇宙就怎么回。你愿意放多少信任进去，就会收到多少安定回来。你愿意打开多少心，就会接收到多少理解。不是每个人都会立刻懂你，但当你愿意先让爱走出去，你就已经开始转动了那条能量的河流。愿你不再等着有人证明你值得，而是自己先相信。愿你不再害怕主动靠近，而是知道那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。愿你每天都在爱里呼吸，自然的给，自然的收，自然的相信。因为爱的流动从来不是对方主动或被动的问题，而是你是否准备好成为那个让能量流动的人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以为懂事是优点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不让人失望，遇事先想他人感受，成了我最自然的习惯。我把你开心，我就开心挂在嘴边，却没发现那句话其实是在默默丢掉自己。我以为这是爱，后来才知道那是讨好。讨好不是单纯的善良，它是一种深层的恐惧，一种怕不被接受，怕不被喜欢，怕被遗弃的焦虑。我们以为自己在爱人，却其实是在交换安全感。我们微笑、包容、退让，不是因为不介意，而是害怕失去。我曾经无数次在别人说你真的很好相处时，心里泛起一阵空洞。因为我知道，那不是他们看见了真正的我，而是我把真正的自己收了起来。我把情绪藏好，把需求压下，把真实的想法换成顺从。为了维持和谐，我一次次从自己身上撤退。但长期的讨好，最终会让人与自己断裂。你不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不知道什么让你开心，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。
你只知道怎么满足别人，却忘了怎么好好对待自己。你成了一面镜子，照出别人的期待，却照不出自己的样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次崩溃后说出一句话：我真的好累。那是发自灵魂的疲惫，是常年压抑之后的裂缝。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别人眼中的好人，却从来没成为我自己。而这就是我开始回收能量的起点。我不再要求自己每次都得先顾别人感受。我开始练习说我不想这样，开始承认我也会难过，开始容许我可以不完美。一开始很不习惯，甚至有点内疚，像是背叛了谁。但我知道我不是在变坏，我只是在回来。回到自己身边，是一场能量的回归。我开始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轻松，那不是表面上的好脾气，而是内在的安定。我开始能够拒绝一些请求，不再为了维持关系而委屈自己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健康的关系，从来不是靠我一个人努力撑起来的。当我不再讨好，我才真正学会怎么爱。因为我不再是交换，而是流动；不是压抑，而是选择；不是取悦，而是诚实。我给出的关心，不再是因为怕失去，而是因为我真的愿意。我表达的柔软，不再是惧怕对抗，而是因为我够稳定，够清楚自己在爱中站的位置。最奇妙的是，当我这样改变后，我的能量场也开始转变。一些旧的人际自然淡去，一些新的关系慢慢靠近。那些愿意看见真正的我，接纳真实情绪的人，开始出现在我身边。我不用再演谁，也不用再修剪自己来符合谁的期待。不再讨好，是一场能量的回归。那是一个你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开始。不是自私，而是成熟；不是冷漠，而是诚实；不是拒绝爱，而是学会爱的真正模样。因为当你肯为自己站稳，爱才有机会真正落地。愿你也能在某一个疲惫的时刻，对自己说：我值得完整的被看见。愿你放下那个小心翼翼的自己，开始让爱从内而外流动。愿你不再透过别人的反应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，而是自己就足够成为依靠。因为当你停止讨好，你就重新拥有了自己，那是最深的力量与自由。我曾经以为爱情要靠努力去追，像追一个梦一样，要主动，要投入，要坚持，最好能用尽所有力气，才能抓住一点点可能。我追讯息的回应，追见面的机会，追一段关系的稳定感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足够真心，就一定会有结果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越是拼命，爱情越是远离。不是因为我不够好，而是因为我的信念一直在说，我要证明我值得被爱。而那种信念，其实藏着一种深深的不信任。我不相信自己本来就值得，所以我才需要靠追求来填补那份空。当我拼命想抓住一个人、一段关系、一种爱的可能，我其实是在向宇宙释放，我怕我不会被选择。我越是怕失去，就越无法真正拥有；我越是焦虑，就越无法自然的流动。爱，在这样的频率里，是被控制的，不是被吸引的。爱情不是拼命追来的，是信念吸引来的。当你相信你值得被爱，爱才会自在靠近。不是你去找一个人来填补自己，而是你变得饱满，自然发出一种讯号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值得美好，我允许爱靠近我。我开始练习，不再从空缺里去渴望关系。我不再问他喜不喜欢我，他会不会走。我开始问，我在这段关系里有没有尊重自己？我此刻的状态是信任还是恐惧？那些问题慢慢把我从对外的焦点带回对内的稳定。爱情的吸引
不是你做了多少，而是你是谁。你怎么看待自己，别人就怎么靠近你。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需要证明，需要改变，需要讨好，你吸引来的也只会是不稳定的、不确定的，甚至是消耗你的连结。但当你开始转变，从心里相信我值得一段温柔、真实、平衡的爱，你不再需要向谁低头、委屈、过度解释或证明自己，你会很自然地遇见那些频率对的人。他们不需要你努力成为谁，只需要你自然地做自己。这样的转变不是奇迹，是信念的重新选择。你选择相信爱不是稀缺的，你选择相信自己是吸引爱的能量场。你选择在等待中也稳定，在靠近中也自由，在深爱中也保有自己。这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深深的信任。我曾以为爱情是一场竞赛，谁用力，谁先靠近，谁就会赢。但现在我明白，爱情是共振，是你发出什么频率，宇宙就帮你带来什么样的人。不是你快跑到终点，而是你站在对的位置，让对的人自然走进来。你不用追，因为你已经在那里了。愿你开始把爱从追逐变成吸引，从怀疑变成信任，从控制变成接纳。愿你相信，真正的爱不需要用力维持，它会因为你相信自己值得，而自然发生。因为你怎么想爱会来，它就怎么靠近你。我曾经很怕孤单，怕一个人吃饭，怕一个人面对节日，怕没有人在乎我的心情。我习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，习惯观察讯息的回复速度，习惯解读对方的一举一动。我说自己是重感情的人，其实是我在用爱填补内在的空。我不是真的爱那些人，而是我需要被爱的感觉。我渴望有人肯定我，有人选择我，有人让我感受到自己是重要的。我把爱当成一种安全感的来源，却不知道那样的渴望其实是一种依附。我不是在爱，而是在求爱。求爱是一种能量，它来自内心的匮乏，来自对自己价值的不确定。当你不确定自己值不值得，就会想从别人的眼神中确认。当你不相信自己够好，就会希望别人用爱来证明你可以被要。但越是这样，爱就越来越远。因为宇宙不会把真正的爱给一个不相信自己值得的人。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自然的频率运作。你怎么看自己，宇宙就怎么回应你。我曾在一段关系中用尽力气想抓住对方。我每天等讯息，猜情绪，分析冷热。我把自己的世界围绕着他转，却感觉越来越空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淡出了，而我也彻底失去了自己。那次之后，我崩溃了。我不是因为失恋痛苦，而是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好好爱过自己。我太习惯寻求外界的回应，太习惯把爱的主控权交出去。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孤单不是没有人爱，而是你自己都不在。于是我决定停止追爱。我关掉交友软体，不再主动去靠近谁，不再急着填补空位。我把时间留给自己，开始问自己，我喜欢什么？我害怕什么？我想怎么活？我把注意力收回，重新整理那个一直被忽略的自己。刚开始的日子很不习惯，我会在周末觉得无所适从，在社群看见别人放闪时有点心酸。但我没有逃，我选择留下来，陪着自己走过那个不被爱也不被选择的空档期。然后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平静。我不再焦虑，也不再一直往外张望。我开始享受与自己相处的时光，开始感受到内在的饱满。我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那不再是等人来爱的准备，而是就算一个人，
也值得好好过的笃定。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爱悄悄地来了，不是戏剧化的出现，而是一种自然的靠近。那个人出现在我最没想要爱的时候，也是在我最稳定的时候。他没有让我改变什么，而是看见了我真实的样子，并喜欢这个版本的我。我们的关系从来不是互相填补，而是互相陪伴。不是一方期待，另一方应对，而是两个完整的人选择一起走一段路。我终于懂了，真正的爱是在你不再渴望时才会来，因为那时的你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去接住它，也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救赎。不再求爱的那天，爱悄悄出现。那不是偶然，而是你内在频率的转变自然吸引而来。你不再需要外界证明自己值得，因为你早就知道了。你不再因为空缺而寻找，而是因为完整而共振。愿你也能走过那段从外求到内在的过程。愿你在独处中看见自己真正的光。愿你在稳定中与爱相遇。愿你不再讨爱，而是温柔地成为那个让爱自然靠近的人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在别人的眼里变得好，成绩要好，表现要好，长相要好，个性要讨喜，努力要看得见。仿佛人生是一场永远在被评分的比赛，评审就是那些我们在意的人。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扮演那个看起来值得被喜欢的角色。我也曾是那样的人。我很会观察别人的情绪，很快就能感受到谁不开心，谁不满意，谁对我有意见。于是我下意识地调整自己，不要太突兀，不要太坚持，不要太自我。我说那是成熟，其实是失去自己。那段时间，我常常觉得疲惫。即使身边有很多人喜欢我，称赞我，依赖我，我还是觉得空虚。因为那些喜欢，不是喜欢真正的我，而是喜欢我演出来的样子。我好像只是活在别人的视线里，却从来没真正看过自己。直到我开始接触吸引力法则，我听见一句话：宇宙只在乎你怎么看待自己。那句话像是一道闪电，划破我一直以来的盲目努力。原来我一直做的不是创造，而是迎合；不是显化，而是模仿；不是选择，而是逃避。我不敢直视自己，因为我太依赖别人的肯定。但宇宙不是那样运作的，它不会因为别人觉得你够好，就给你想要的生活。它回应的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，是你看待自己那一秒的频率。你觉得你不够，宇宙就会不断给你机会去证明你真的不够。这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提醒。提醒你回来看看你怎么对待自己。你的选择，你的关系，你的现实，都是你怎么看自己的投射。当你觉得自己值得，你就会吸引来值得的经历。当你觉得自己只能将就，你就会遇见让你不断妥协的实相。我开始有意识地调整我对自己的眼光，不再只是看见缺点，不再只是听见批评的声音。我开始每天对自己说，我正在学习接纳自己。我正在变得更温柔，更稳定，更相信。我不是用力说服，而是慢慢的陪伴。我学着在被否定的时候，不再跟着否定自己。我学着在感到失落的时候，先问我有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。我学着让自己有情绪，有边界，有说不的勇气。因为那才是我真正的样子，而那个样子是值得的。当我开始改变看待自己的方式，整个世界也开始改变。那些过去我以为高不可攀的机会，开始主动找上门。那些过去让我觉得不安的关系，也慢慢的自然远去。不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不再委屈自己去换取什么。宇宙不是看你做了多少，而是感应你是谁。当你是稳定的，
笃定的、相信的，那就是你的频率。而你所共振的，就是你接下来的实相。一切都从你看自己的方式开始。愿你开始练习温柔地对待自己，不是因为你已经完美，而是因为你已经足够。愿你从别人的评价里退场，重新走回自己的光里。愿你每天睁开眼的第一刻，就对自己说：我配的，我值得，我是被爱的。因为当你真的相信了，宇宙就会以你为真，展开一切美好。曾经的我是一个总想掌握现实的人，我信奉有计划才有方向，我习惯在脑海里演练每一种可能的风险与解法。我不太敢想象太美好的未来，怕落差会让人更失望。我以为现实是冰冷的，想象只是逃避的奢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太累了，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一种长期在抗拒中累积的情绪疲惫。我一直在和万一不行怎么办的念头搏斗，一直在最好准备最坏打算中迷失。生活变得紧，心也变得硬，世界仿佛只剩下要应付的挑战。就在某一个夜晚，我无意间看见一句话：柔软的想象是一种疗愈。那一瞬间，我像被轻轻点了一下。原来，想象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为了让心有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。原来，与其强撑，不如先让心安放在一个愿意相信的画面里。我开始尝试温柔的想象，不是大声喊梦想，也不是要催促愿望成真，而是静静的，在一天结束时闭上眼睛，问自己：如果一切都顺利，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我让那个画面慢慢的浮现，像一场轻柔的梦。在那个想象里，我是被爱的，被理解的，我的话语被听见，我的步伐不急不缓。在那里，我的生活不再是对抗，而是流动。我看见阳光洒在书桌上，有人递来一杯热茶，窗外的风声让我安心。这些画面没有巨大的剧情，只有温度。我开始每天为自己保留这样的一段时间，不求结果，不设限制，只是容许自己暂时离开现实的尖锐，回到内心的柔软。奇妙的是，当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，现实真的开始改变了。不是剧烈的变动，而是一点一滴的，生活多了些空间，少了些紧张。我发现，当我学会温柔的想象，我的语气也变得柔和了。我对自己不再那么苛刻，我对别人也多了些理解。我不再总是急着应该怎样，而是能问：我希望怎么感受？那些曾让我焦虑的事，不再那么容易刺痛我。原来，想象是一种能量调频。你怎么想象生活，生活就会开始往那个方向靠近。不是魔法，而是你在创造新的神经路径，让大脑学会原来也可以这样。当你反复走过那条路，它就变成了你新的现实可能。世界从来不只是外在发生什么，而是你怎么看它，怎么感受它。而你的想象决定了你对世界的语气。你越是柔软的想象，世界就越像棉花一样不再伤人。你越是温柔地预见未来，它就越会带着善意回应你。现在的我，仍旧有困难，有迷惘，有未知。但我学会在这一切之中，用想象为自己筑一个光亮的角落。我不再怕想得太好，因为我知道，想象力是我与宇宙对话的方式。当我愿意用爱想象，宇宙就知道，我准备好了。愿你也开始为自己想象，不是硬撑的成功，而是安心的日常。愿你不再急着解决人生，而是先安抚自己的内在。愿你在每一次闭上眼时，都能温柔地与未来相遇。因为当你学会温柔地想象，世界真的会跟着柔软起来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
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